阿爹。蓝卫到底学了一段时间的舞，勉强稳住身形落到了地上，没有摔得太惨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转过身来就看到魏无羡倒在地上捂着肚子，眉头紧皱，脸上的血色似在一瞬间退了个干净，那是他从未见过的痛苦神色。呆愣了片刻，蓝卫才突然反应过来似的，急急忙忙跑过去。魏无羡没想到不过下了几日雨，台阶上便长了一层薄薄的苔藓，肚子太大又看不到路，一下子便滑了下来。事发突然，反应不及，这一下便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地上，大脑似是没反应过来，猛了一下，直到那股瞬间炸开的剧痛沿着经脉传遍了四肢百骸，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一瞬间疼得差点晕过去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你怎么了？魏无羡蜷着身子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一只手死死地抠着身旁的台阶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前后不过几息的功夫，他却已经出了一身冷汗。不远处突然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，接着就是一串忙乱的脚步声靠近。魏无羡勉强睁开眼睛，看到的便是前来送东西的两个家仆惊慌失措的样子。公子，公子！他们两人照例过来送东西，谁想刚走到院门外，便看到魏无羡从街上摔下来，好巧不巧的，将整个过程都看了个一清二楚。两个人都被吓懵了，听到蓝卫的喊声才回过神来。两人慌忙跑进前来，却在看到魏无羡紧蹙的眉后，连碰都不敢碰了，正束手无策，就又听到蓝卫像是喃喃自语般唤了声阿爹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两人往蓝卫的方向看过去，看到的是被吓白了小脸的蓝卫，正睁着那双写满了惊吓的眼睛，呆呆地看着魏无羡身下的位置。视线下移，就见那雪白的衣摆上正缓缓晕开一小股刺目的红血，大约是被这场景刺激过度，亦或是彻底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两人反而慢慢冷静了下来，对视一眼，就见其中一人深吸了口气，似乎努力想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慌乱，只是这一切太过突然，最后发出的声音却还是发了颤，说了句公子，您撑着，我去叫医师，之后拔腿就跑，留下另一人在原地照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难忍的疼才慢慢散去了一些，魏无羡放松了些许，眼前却又开始一阵阵发黑，浑身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呼吸都显得费力起来。旁边蓝卫一声接一声的唤他，他知道他将孩子吓坏了，却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哄一哄他。这一跤摔得突然，他心里也担心害怕的不行，跟蓝卫出生时不一样，此刻腹痛腰痛背痛，分不清到底是哪里更痛一些，直觉自己好不了。魏无羡闭眼忍了一会儿，对那留下的那人说去找蓝湛。公子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走？快去！连绵不断的痛似乎又要再次严重起来，腹中的孩子让他忧心，蓝卫的呼唤让他焦灼，身体的疼痛又难以忍耐。魏无羡难得失了冷静，一心只想见到那个能让他安心定心的人。公子啊，缺少了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又或是他自己太紧张的缘故，痛感就像是被放大了无数倍。魏无羡深觉自己这些年过得太好，身体习惯了那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娇气的不行，几乎是再次发作起来的同时，他便受不住的喊了出来。这一声毫无征兆的痛音，低弱却也痛极，那名家仆猛了一下，终于慌不迭地跑了出去。蓝卫彻底哭了出来，坐在魏无羡身旁，害怕的直掉眼泪，哭声一声高过一声。蓝忘机议事结束，与兰溪臣到了别便往净室走，不料刚到半路，就看见一人神色慌乱的往这边跑，见了他，张嘴就喊出了事，让他赶快回去。魏婴听得出了事，不等家仆再说具体情况，蓝忘机便飞快地掠过他走了。到了院门，看到蜷在地上的魏无羡，心中一阵骇然惊惧，上前将深深陷入痛苦中的魏无羡扶进怀里，心也跟着狠狠地揪了起来。魏婴，魏婴，好，疼好一会儿才得了这样一声回应。蓝忘机连忙应他一声，将人小心翼翼抱了起来。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跤，一向平静安宁的蓝家仙府难得透出了一股混乱和紧张。本就是临产的身子，这一摔让孩子坠下来了不少，还出了血，坤泽的身子又生的纤细，其痛苦不言而喻。竟是紧闭的房门内不停传出断断续续的痛吟，一声声扎在心上，
听得人发慌。兰家小公子受了惊吓，一直哭个不停，怎么哄都哄不住。兰曦臣得了讯赶来时，竟是虽然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混乱，气氛却还是紧张。兰卫被兰斯追抱着，已经哭花了一张小脸。兰曦臣问过房里的情况，心内稍安，才回转身来哄哭得直打嗝的兰卫。威儿，不哭了，你爹爹会没事的。兰曦臣蹲下来，一边给他擦眼泪，一边哄道。可是阿爹好疼，我看到阿爹哭了。兰卫眼睛通红，断断续续地说。兰曦臣抱起他，轻声说道：阿爹要给威儿生弟弟妹妹，自然是很疼的。我不想要弟弟妹妹了。兰卫抽泣道。